L drove the car. 那时候我说不出来，我找不到要表达的那个字。今天好好一个人，明天变成了另外一个人。那时候我不懂，我就一直说你一定要讲话，你不讲话我就打你了。我很伤心，为什么妈妈不了解我？拜拜，拜拜 ，take care 啊。29岁的黄清卫是在7年前才开始有勇气自己一个人搭乘巴士。如果我去一个很多人的地方，很多声音，我不舒服，冒冷汗，手也会很紧，2个手会这样子。我的头会低低，看着下面，觉得会有人家在看我，我会怕他们取笑我，还是说不好听的话。黄清卫如此不安，是因为患上了选择性缄默症。一种由焦虑所导致的情绪行为障碍。选择性缄默症通常会在儿童早期3到8岁的时候出现，他们可能害怕被评价、被嘲笑，因为社交焦虑无法自动的说话或者表达自己。根据新加坡卫生部2018年到2020年的统计，公立医院每年平均接诊了140名选择性缄默症患者。Hello, good morning. I want you to take a few deep breaths and breathe out. 目前，黄清卫每4个月都会到医院复诊。How was the experience for you? My anxiety level now maybe is like 3 to 4. Okay, yeah. 黄清卫被诊断出患有选择性缄默症的时候，只不过9岁。当时在念小学的他，原本是班上的开心果，不过因为数学成绩不理想，让他吃尽苦头。我还记得老师他用红色的笔敲我的头，我就从那边很焦虑去他的数学课。到了2年级，一个英文老师说：“你不讲话，没有人会当你是哑巴。”我就觉得，如果我不讲话，就不会被老师骂了。在学校无法再开口说话，黄清卫也因此交不到朋友，甚至还被同学欺负。以前没有朋友，就很寂寞，很伤心。为什么同学他们会取笑我、欺负我？我不会跟他们讲，我不喜欢你们这样做。在课室里，在墙壁撞我的头，就大喊大叫，在哭。而开不了口的不只是黄清卫。You tell me what is this? Can you remember? Can you remember this? 这条路曾经是陈再发和妻子温宝瑶每天都会一起走的一条复健之路。Wow, look at this giant leaf. 每天大嫂就会做晨运，然后路上我太太会帮我恢复我忘记的词汇。What color is that? This is light brown 啊。Light brown. Light brown.
走这条路2年了，真深有感触。每次走过这里，看到什么就问他这个什么花来。It's a way of training 那个 memory. What is this called again? Turkey berry。有时候我们笑很多，因为他每次讲错东西，也是有生气了，因为他很气我，有时候问太多，他不高兴。所以有酸有辣有甜苦全部有了。3年前，陈在发因为血压飙高而紧急入院。隔一天我就讲不出来，这是很奇怪。我认为我没有问题，我很清醒。那时候医生他就拿他的车的钥匙问我这个是什么，我答不出来，我找不到那个字要表达的那个字。当时的陈在发并不知道自己原来是因为中风而患上了失语症。失语症是一种影响沟通能力的障碍，这种病症可以影响一个人说话、阅读、书写以及理解语言的能力。原本健谈的配偶，一夜之间仿佛变成了另一个人，让妻子温宝瑶无所适从。有点 lost， 不懂什么是失语症。我没有好像是哭啊什么没有吧，是很伤心。今天好好一个人，明天变成了另一个人。我也不可以倒，我一定要站起来帮助他。所以我就跟他讲了，已经发生了 ，Don't look back, look forward. Whatever 我会陪你一起度过。我的小孩子全部大了咯，结婚了咯。他这个是他的。67岁的陈在发，40多年前从马来西亚离乡背井到新加坡打拼。他和妻子温宝瑶结婚后，便在这里落地生根。哇，现在也看了，好很老古董 ，very old pattern 来的。因为中风患上失语症，陈在发发现自己不能说话的那一天，也同时接到家乡突如其来的一个噩耗。你妈妈？早上我就收到我哥哥给我的一个电话，妈妈去世了。我要跟他说，我在医院，我说不出来。我就马上打电话给我太太，他讲不到，他讲我太太过世，我讲 OK understand。本来是要说我妈妈刚去世，但是我的头脑已经可能有问题。后来回去看她的时候是很久了，这是很遗憾的事情。Dogs, cheese, balls。还来不及哀悼，陈在发却得全神贯注地重新学习如何说话。L drove the car。他回来的时候哦，他看到鱼子，他问我是什么，我心里有点惊讶，为什么这个也是你不懂？刚开始的时候也对自己有生气。我认为是应该对的发音，我自己发不出来。比如说，有时候你上坡已经是很累了，还是走不完 ，end of the journey 啊，找不到终点。我 order 这个咖喱菜，这个叫什么？陈在发曾是一名能言善道的商人，但是患上失语症之后，就连外出用餐也是一件吃力的事。还有这个豆腐 ，OK 啊。刚刚开始的时候，我不喜欢出去，因为去店里面买东西，或者是去咖啡店买炸饭，因为它有不同的菜肉啊，我说不出来。咖啡西，还有一个，我忘记了。
因为尤其是有一些生意好的在排队，我就很不喜欢看到他们的脸色，就是觉得 impatient。这个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妈妈。她以前她的头发是这样子。画画是黄清卫最大的兴趣。患有选择性缄默症，黄清卫从小学一直到公益教育学院毕业后，面对陌生人始终无法开口说话。这个是我很伤心的时候我画出来。During 一个 art therapy session， 我就画出来我的心情，我的情绪。在那个时段，我觉得很难走出来这个阴影。想象我会在一个黑暗的地方，有一个门，那个门不会开。我要开那个门，因为外面有大自然，很多人开开心心、嘻嘻哈哈，一起玩。由于黄清卫的选择性缄默症是由学校环境所引发的，回到家后的他仍然可以和家人交流无阻，因此母亲黄佩香一开始对儿子的情况并不理解。那时候我不懂，我觉得是他选择不讲话，我就一直说你一定要讲话，你不讲话我就打你了。那时候我很伤心，为什么妈妈不了解我？所以我是一个人孤单，自己面对这个病情。飘来的，飘 one by one。求神拜佛，这些也做，烧那个什么湖水给他喝了，就是无头苍蝇这样了，什么都试就对了。真的是很辛苦，因为你会觉得做一个母亲都帮不了他，谁还能帮他？很长的时间，他才了解我的病情。4、5年吧，才慢慢真的了解，从不认识到认识，到接受，怎样去帮助他，就给他鼓励，尽量就进去他的世界去了解他了。有时我回忆就会很伤心，可是我告诉我自己，我有家人，他们鼓励我，很多不快乐的情绪。就会跟我妈妈、爸爸、哥哥讲我的压力和我的情绪。这是什么来的？这是阿问，朱雷儿。呀，朱雷儿。他还没有中失语症的时候，我们经常有做这个 burnt cheesecake， 所以我觉得可以给他recall back 那个 step 怎么做。失语症发病后的3到6个月是恢复的高峰期，于是陈在发的妻子温宝瑶突发奇想，利用日常生活所接触的事物，积极协助丈夫复健。然后要放这个白糖。我知道我太太路来都是帮我。我太太最重要跟我说的一句话就是我会恢复过来。我认为这个是很重要，对家人的信心跟培训。喂，我是帮他一步，他帮他自己很多。Look back 现在很开心哦。I cannot impose on you. I will tell you what is my purpose. 他是我的 mentor， 跟他聊天讲话，我感觉很舒服，我就不觉得害怕还是焦虑。黄清卫是透过母亲认识王辉文，在他的鼓励和指导下，黄清卫在文字中找到了自己的声音。
2016年，黄庆卫把自己的历程写成了书《沉默不是金》。我要世界知道什么是选择性缄默症，不是害羞，还是不是安静，是一种病情，是一种焦虑症。写这本书，让我的情绪写出来，让我表达自己，写出来有一种很 therapeutic 的感觉，让我很轻松。写书了以后，我可以勇敢地克服选择性缄默症，不用害怕交新朋友。看了来这的书以后，我更能同理他，更能理解为什么他在某些情况下会比较害怕。我发现其实他不需要帮助，他需要的是友谊，他需要的是人接纳他、聆听他。退休后患上失语症，让陈在发和他人的交流变得异常困难。在患病的3年里，他也发现原来也有许多人和他一样有同样的经历。Good morning。你好，你好。这个 so busy 啊！这个是第3年了，参加这个活动。在患病初期，陈在发就开始参加新加坡失语症协会的活动。除了见面交流会外，陈在发也会透过协会所主办的线上活动、歌唱等来练习表达。那时候中风了之后，我不大喜欢跟人家说话，讲什么话我都觉得很难，所以我认为给我们一个很好的机会，来跟人家更多的沟通。你可以 share 你的 story， 也是鼓励 other caregiver don't give up。我觉得最重要就是我们希望公众可以比较了解说有这个失语症，当他们看到一个人可能说话有点慢或者说不出话的时候，可以比较有包容心，比较有耐心。在母亲黄佩香的协助下，黄清卫在2018年创办了新加坡选择性缄默症的支持小组。今天是跟 support group 一起来跟树林交朋友，有一个 community， 他们可以比较了解他们的孩子的病情，会知道怎么帮助孩子。我们在感觉树的那个气乃着有这个选择性缄默症的时候，我们再找一个 support group， 在新加坡我们找不到。后来乃着说还要 pay it forward， 所以我在想以我经历过的那个 journey， 跟那些爸爸妈妈分享。看到乃着的改变，也让我有更多的信心，让我觉得说这个世界上是有希望的啦，不会说孩子这样的就是世界末日。现在的陈在发虽然说话速度不及患病前，但是和3年前的他相比，已经能完整表达。很多人不知道失语症其实是有机会复原的。我因为想要恢复以前的状态，除了坚持复健练习说话外，我希望恢复开车。我想，如果不去勇敢尝试，踏出第一步，就永远无法成功。在患病期间，陈在发曾一度忘记亲朋戚友的名字，但妻子的名字，他却一直牢记在心。哦，老婆的名字他记得了吧？名字他每次没叫我名字的，叫我 A。我有了这个失语症之后，我更加爱我太太，她付出很多。
你安排的。It's nice, I like. 我喜欢海。谢谢老公。山跟水嘛。我很少直接跟我太太说她的名字，我太太是温宝瑶，我爱你，一路来都是。OK， 来个 big hug。每年的母亲节，黄清卫都会把心底对母亲的感谢化作行动。哦，哇哦！哦 ，Thank you so much. Never expect this. 我想感谢妈妈没有放弃我。一路走来是不容易啦，觉得很骄傲。当然，奶舅也是教了我很多，人生的一些点点滴滴啦。就是要跟奶舅讲说，只要你一天比一天好，已经算是成功了咯。